下人并未直接把有客来访的事情告诉聂隐，而是先向华夫人通报。扶起床更衣的华夫人先问来者何人，下人答：来者并未说出名字，只说是少爷的旧识。不敢报上名来，想必不是什么重要人物，先晾着这人吧。就是这么一句话，让任鹏飞从清晨等到接近4时。等华夫人吃下一口精致的点心，对身边的丫鬟道：这点心不错，也给少爷送去。对了，少爷醒了没？很快便有人过来说道：夫人，少爷昨晚喝了不少酒，许是醉得厉害，到现在都未醒。那就别吵他了，让他睡。管家匆匆上来，弯身恭敬的道：夫人，那个人还在厅里等，看起来脸色不太好。华夫人看似未曾听见，把一块糕点放入嘴中，优雅无声的嚼，如数吃下后，再喝茶水漱口，横了眼管家，淡淡道：让他等。聂隐醒来漱洗完毕时，已是午饭过后。华夫人怕他饿着，让丫鬟端着他亲手炖的人参鸡肉汤，亲自送到儿子房中，看他一口一口喝下。喝完后，聂隐对母亲笑道：娘，你的厨艺越来越好了。华夫人笑着点了下他高挺的鼻尖：你这嘴巴也越来越会说话了。聂隐摸摸鼻子，潸然一笑：去坐好，娘给你梳头。聂隐便坐到一处的矮凳上，任华夫人细心地为他梳头绑起，用镶玉的发冠缠住带吻。华夫人移至他身前，满意地看着他仪表堂堂的儿子。本来还想拉着儿子说说话，管家擦着一头汗又来了，被华夫人不悦地瞪了一眼。其实自家夫人的脾气他们又如何不知，惹他不痛快，皮都能被削下来一层。只是在厅里等的那位客人看起来实在也不是什么好惹的对象，也没说什么，光是一张黑脸和冷厉的双眸就能让人双脚打颤。他让下人守在厅里，下人几乎是哭着求他来解决。他进去还没说话，就被那人冷如冰霜的神色给震得连滚带爬的来找主子了。华夫人还未说话，聂隐注意到一脸紧张的老管家，便疑惑地问道：陈叔，你怎么了？管家战战兢兢地看一眼华夫人，见她脸色不悦，却没说什么，才颤着声道：回少爷，有人找您。哦，是谁？没说，只说是您的旧识。聂隐眉毛一挑，旧识二字让他疑惑。他在京城的时间并不长，真正担当得起旧识二字的完全没有。这时突然想起一人，聂隐蓦地站起来。儿子。聂隐看向母亲担忧的脸，笑笑：没事，娘，我去看看。说罢转身走了。在任鹏飞等的看什么什么都不顺眼，恨不能硬闯的时候，聂隐终于姗姗来迟。一看到立于厅中的他，万分惊讶的道：是你。这时候的任鹏飞已经扯不出一抹客套的假笑，生硬的道：聂公子，您真是贵人多事忙，见上一面比见玉皇大帝还麻烦。后面这句任鹏飞还算有几分理智没说出来，若不然就算没有当场撕破脸，至少接下来的谈话不会愉快。聂隐拱手一笑，走进厅中。任鹏飞虽不说，却不代表他不会猜，看他表情就知道他在想些什么。他来时已经听管家说明，任鹏飞清晨便来这里等着他了。至于为什么一直没通报，想必是他娘拦着了。不知英雄是何时来京城的？聂隐走到一处时，看见放在茶几上的茶杯，伸手摸了下，扬声道：
来人，给客人换上热茶。随后站在一张椅子上，向任鹏飞示意：“英雄请坐。不知英雄来找在下所谓何事？”任鹏飞正欲开口，这时又是丫鬟进来换茶，又是下人进来上点心，还有管家在角落等候，只觉得眉毛直跳。聂公子，可否换个清静的地方？聂隐盯着任鹏飞看了一阵，方才点头：“可以。”府中一个比较偏僻的院落，让下人走远，推开书房的门进去，再合上，香烟袅袅，无闲人出入，的确清静了不少。聂隐先坐，也不拐弯子了，开口便道：“英雄有话请讲，咱们怎么说也是旧识，有什么是需要聂某帮忙的，尽管开口。”聂隐口气真诚，但看他一脸笑意，任鹏飞总觉得怎么看怎么欠揍。他直接，任鹏飞也不啰嗦，深吸一口气：“你上次给我的到底是什么药？”“家中常用的治病止痛的良药啊。”“真的？”任鹏飞盯着他的眼睛。聂隐一脸笑意，手指在桌上轻敲：“英雄若不信，可以不吃，也可以丢掉。”停下，又微微敛住笑：“或是你已经让病人吃下？”看向任鹏飞凝重的脸色，又道：“而且病人吃了之后有不良反应。”听他这么一说，任鹏飞目光一凝，冷冷的光芒如数投在聂隐身上。“你承认了？”“承认什么？”“你的药有问题。”“我的药又没问题，聂某何必承认？我刚刚这么问，是想向你确定，病人之所以出事，问题是出在哪一个地方。”聂隐微微顿了下：“在下给你的药绝对不会有问题。若英雄不信，聂某可以再拿出这些药，当你的面全都吃下去，如何？”“哼，你拿出的药就肯定是你给我的那种吗？”聂隐无奈又无辜的摆手：“那你要如何才信？”任鹏飞久久不言，只是目不转睛地看他，看得聂隐都开始怀疑自己脸上是不是长了什么奇怪的东西。任鹏飞后退一步，默默道：“哼，我不信，再如何我都不信，因为你恨我，你巴不得我死。”聂隐收住笑，黝黑的眼睛直直看他：“哼，你就是在谷底的那个人，你就是小江，对吧？”任鹏飞苦笑。聂隐撑住桌沿，缓慢且沉重地站起来：“你什么时候看出来的？”任鹏飞合上眼睛，记起昨天在酒楼与他对望的那一眼，那双清澈带笑的漂亮眼睛，他至今难忘。只是一双全无半点杂质，隐约重叠的另一双却微微带着深沉的色泽，他有些迷惘。回到家中，仔细地看着女儿的脸，才逐渐醒悟过来，因为女儿长得越来越像他了。随后近段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有了答案。当查到聂隐家中的情况，他为何没有起疑？是因为没有多少人知道华夫人的真实来历。在外只知道她年轻丧夫，幼子体弱，一直在娘家养病。她偶尔会回去看望孩子，最近才把独子聂隐接到身边。也有人说华夫人貌美，一直受靖王爷爱护，这也是她一介女流能在京城把生意做得这么大的主要原因。任鹏飞慢慢地睁开眼，看着面无表情的人，不惧感情，冷淡的道：“聂隐，你有什么尽管冲我来，但请你不要伤害我的女儿。”聂隐坐回原位，手指敲打桌面，嘴边抿起一抹浅笑：“哼，你的女儿。”任鹏飞朝他伸出手：“你给我解药，我随你处置。”
敲桌面的手指一停，聂隐摇头，长叹一口气。唉，我知道这时候我说什么你都不信。可是，任鹏飞，你在没有确定药是否安全之前，会让女儿吃下去吗？任鹏飞无语。没错，若不是无意间发现聂隐的真正身份，他绝不会怀疑那瓶药有问题。毕竟他吃过，也让大夫调查过。可是了解真相后，就越觉得一切都如同预谋好的一样。聂隐千方百计要的无非是他痛苦。你不必问我要什么解药，别说我没有，就算我真找出一瓶药给你，你还敢用吗？不由得仔细再看一眼他，这时候的聂隐和在谷底时已是天渊之别。若不是他身上的有些痕迹挥抹不去令他起疑，还有长相与他有几分相似的女儿摆在眼前，他一定料想不到他便是谷底的那个人。只不过坐在他面前的聂隐再没了半点当年在谷中时的痴傻无知，也没了清澈无染的眼神，也不用再笨笨的学说话，更不会再全心全意的为他找来好吃的食物。任鹏飞收回目光，一言不发的转身离去。聂隐一动不动，只有目光从头到尾停留在他苍骥的背影上，直至完全消失在眼前。原来以为聂隐这儿有置女儿一命的良方，没曾想事情竟是如此，竭尽全力却无功而返，比什么都要打击人。更何况女儿的身体一日不如一日，不知道还能再支撑多久。疲惫地回到家中，先去看女儿，也不知雅姑用了什么法子，女儿已然睡下，只是脸色清白，睡梦之中眉头仍然紧锁。她这么小便被伤痛折磨，却从未怨天尤人，反而乖巧的令人心疼。任鹏飞内心沉重地坐在床边，轻抚女儿的小脸，不经意间发现女儿压在枕头下的一本医书，据说是鬼婆婆传授与她的医书。任鹏飞拿出来翻看了几下，只觉得上面所提到的药方都有些深奥且匪夷所思，不禁想女儿这么小能看得懂吗？翻了几页，发现有几张纸上血迹点点。任鹏飞翻书的手一顿，轻颤着摩挲这些早已干涸的血迹。他的女儿不仅懂事，还很坚强，尽管病重，只要醒着就会翻看医书学习医术。他曾经对他说过的话并不是无心之语，他是真的这么做，很努力地坚持着，就算伤重的咳血了也仍坚持。任鹏飞的眼眶泛红，一直没敢再低头，生怕眼泪承受不住胸口的沉重滴出眼眶。他好久不曾哭泣，此时此刻却不是因为悲伤，而是无奈与感动，痛苦和幸福。他有一个很好的女儿，他不想让她再这么痛苦下去，他想让她健康的去做任何他想做的事情。察觉有人接近，任鹏飞赶紧把书压回去，调整一下神情才回过头去。原来走近的人是方才出去了一趟的雅姑。任鹏飞看向雅姑询问的眼神，淡淡一笑：我去找聂隐了，那支青青的药已经没有了。雅姑面色一暗，垂手默默走离。这一天，任鹏飞哪儿都没去，就守在女儿床边，一直在照顾她。青青的伤情不容再拖，可千里迢迢赶来京城，不可能立刻又千里迢迢赶回都鄂城。青青的身体状况完全不能再承受舟车劳顿，任鹏飞只能派人去请城里的大夫。天下名医齐聚京城，在这种时候换个方向想，青青留在京城也不全然是件坏事。几经周折之后，都鄂城的威势虽大不如前，请医术高超的大夫的钱却不是拿不出。更何况任鹏飞自己还私存有不少积蓄，就算都鄂城真的没了，也够他享受几辈子了。有备无患，
是每个精明商人的心诀，任鹏飞也不例外。就算外面的人都认为杜鄂城再风光几百年都没问题，任鹏飞却暗中给自己和家人留了不少后路。但此时摆在任鹏飞面前的问题却不能用钱解决。京城里的大夫只要一听说是去那里看病，个个摇头，给再多的钱也不来。天子脚下贵胄之地，也许一个不起眼的贩夫走卒都有可能是皇亲国戚，至少也是沾亲带故的关系。正因此，京城里的人个个油滑的似成了精，对谁都点头哈腰，生怕一不小心便得罪人。进监狱事小，灭九族事大。能在京城买下这么大的一间屋子住下，还有丫鬟下人伺候，想必身份也差不到哪儿去。京城里的大夫之所以如此不识抬举，没人肯来，唯一可能便是有个身份快顶了天的人给他们都放了话。皇帝老儿事多，管的都是国事，可没空管这类鸡毛蒜皮的小事。任鹏飞也没怎么想，想到靖王爷和华夫人的关系，想到他和聂隐的牵扯，头都大了。他知道聂隐不会就这么放过他，却没想过聂隐会把火气撒在一个无辜的孩子身上。内心里，他总以为曾经拥有那么一双清明眼睛的人不会做出这么无情的事。如今的情况对他很不利，就算都鄂城还和以前那样声名鼎赫，也不敢真正和皇亲国戚对上，更别说现在这种低人一等的局势之下。雅姑的能力有限，在亲戚的伤势无力回天之前，任鹏飞知道这件事情必须解决，而此刻能解决这个问题的人只有聂隐。华夫人走进屋中，她的儿子还维持那人离开前的姿势，她走上去抱住他，让他依偎在自己的怀中。看儿子这般模样，不用猜便已经知道来者何人。他花了1年多的时间，努力让一个什么都不会的孩子变成如今风度翩翩的男人，而那个男人只用半个时辰不到的时间，就能让他的一切努力白费。外人皆看华夫人坐拥万贯家财，容貌端丽，风光无限，却没有人知道她心底的酸苦。年轻时的糊涂账他已不欲多谈，好不容易把儿子盼回来，却见他生不如死，毫无存志，比什么都要撕裂他的心。此时此刻，他什么也不求，如果散尽家财，折尽阳寿，能换来儿子的终身无病无忧，他愿意付出。聂隐靠在母亲温暖的怀中，用力闭上双眼。娘，我好累。华夫人红着眼抱紧他。告诉娘，你想要什么，娘都会为你去做。告诉娘。聂隐疲惫不堪地摇头。我现在什么都不想想了，一切都是我自作多情。他从来都对我没有任何感觉，又何谈无情？所以，即便我变得更强大、更出色，又能如何？他还是能够3番5次头也不回地离去。把泪水忍回去，华夫人亲吻他的发顶，手指轻抚他的脸。娘知道你心里苦，放心，娘会让他回来的，让他主动回来，再也不能离开。任鹏飞来找聂隐，却被带到华夫人面前。华夫人素妆坐在圆桌前，面前摆着针线盒，手持一件月白色的绸衣，垂手仔仔细细地缝制衣裳。此时看，她不是一个纵横商场的巾帼，而是一位普通端庄的母亲。任城主，我知道你是一位父亲。华夫人头也不抬，专注地飞针走线。我想你能理解一个做母亲的心思，我没有想伤害你女儿的意思，我只是想让你尝受自己的孩子身受重伤不省人事时是怎样的心如刀割。你能狠心看我儿子受伤，我也狠心让你也经历这么一次，这并不好受，不是吗？华夫人的声音隐约变调，任鹏飞来时的戒备渐渐被愧疚取代。
想起女儿伤重时的难受，内心便克制不住的酸疼。他垂下双手，低声道：“对不起。”尖锐的细针从绸面里穿过，取出拉线，再扎下。渡恶城里所发生的一切也是我做的，你不必责怪我儿子，有什么怨气尽管冲我来，老娘我皮糙肉厚，还能奉陪到底。可是小影不行，他已经承受不起一丁半点的伤害了。华夫人，任鹏飞心想，聂隐是不是告诉了他什么？微惊。华夫人的双眼依然只在面前柔滑的绸面上，动作娴熟，很快便缝出一排紧密整齐的针脚。你和我儿子以前到底发生过什么，我不是很清楚。可是既然小影心里一直放不下你，身为一个亏欠他许多的娘亲，我所能做的便是一一实现他的愿望。手轻快的打结，轻起朱唇，咬断棉线，扯出针孔里的短线，拿出白色的线团，取线头穿针引线，穿过针孔的棉线拉至一个合适的长度，摆好衣料，继续缝衣服。任城主，你到我这来住，做小影的护卫，日夜守在她身边，绝不能私自离开。你若是不放心你女儿，也可以带她一起来这儿，我可以请最好的大夫，用最好的药给她看病疗伤。这不是询问征求，而是肯定，没有选择。若是任鹏飞不答应，他的女儿不仅没有大夫诊治，更无法买到他们需要的药。屈身为仆，这对一位向来号令四方的城主而言，说是耻辱也不为过。所以任鹏飞在犹豫，在迟疑。时光匆匆流逝，华夫人的衣裳缝好了，举高摊开，仔仔细细的再看一遍，然后放下月白色的衣裳，拿起剪刀剪去刚刚发现的线头。任城主，你不是一个好父亲。任鹏飞莫名的抬头看他，他嘴角含着淡淡的笑，嫩地慈祥和温暖。说我是你，为了孩子，一定毫不犹豫答应。暗地里指责他的口吻如一盆冷水从头浇至心里。任鹏飞哑口无言，想得太多，太容易计较得失，太在意名利。这曾经算是他的优点，却也是他致命的缺点。仅仅是他的女儿，在他与自己的自尊和名声之间，他居然在犹豫。屋中诡异宁静，终于确定刚刚缝制好的衣裳无误，从头至尾未曾看任鹏飞一眼的华夫人满意的笑了。聂隐不知道任鹏飞再次来过的事，更不知道任鹏飞已经搬到家中来住。那日宿醉醒来，揉着发疼的脑袋，跌跌撞撞地移至紧闭的房门前。以往只要他屋里有些许声响，机灵的丫头下人便会及时推门而入，端脸盆、端棉巾、端漱口茶、端早点的都有。可今日不知怎地，却没半点动静。等聂隐一把拉开房门，便看见外面一道背光的高大身影，阳光刺得眼睛生疼，半眯着眼望去，看见了令他毕生难忘的一幕。他日思夜想的人，静静地站在他的房门之外，背着光，一脸肃穆，如同降临人间的一位安详却又不掩威严的神祗。如一开始的突如其来，就这么闯入跌进他本来古井无波的心里，荡起再也不能止息的惊涛骇浪。与任鹏飞一同住进华府中的，除了急需大夫诊治的亲戚，还有比谁都细心照顾亲戚的雅姑。尽管不是自愿住进来，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更何况是他有求于人，所以就算是对于住进华府忧虑重重，任鹏飞仍不能放肆地带武功高强的护卫一道住进来。本来华夫人的意思是他只能带女儿住进来，后来又加了一个雅姑，以示格外开恩。对于住进华府，任鹏飞没当自己是个客人，华夫人也没把他当客人招待，让管家把他带到下人居住处相邻的一个偏僻的小院里。杂草丛生的院落里头，3间小屋，间间堆积厚厚的灰尘，
管家把他们带到这，视线环视一周，略显嫌弃地皱起眉，一板一眼地道：任护卫，这里便是你们以后住的地方，有什么需要尽管同老朽说，如果需要人手帮忙打扫，老朽帮你叫几个人过来。不必。任鹏飞略向管家弯腰施礼。任某谢管家一番好意，我们难应付。那你们先收拾吧，老朽有事先去忙了。慢走，不送。老管家的身影消失在院门外，任鹏飞的视线再扫过一眼杂乱阴暗的小屋，心底有了几分了然。由此待遇，便清楚华夫人有多厌他恼他，原因并不难猜。任鹏飞没有太在意这些羞辱，毕竟在鬼婆婆那儿，什么苦头他没吃过，忍一忍也就过去了。只不过他不知道雅姑和女儿是否能适应。待任鹏飞往雅姑那边望去，发现背着昏睡的亲情的他已经开始默默地打扫屋子。